我现在在拍摄的这颗镜头就是索尼全新的 GM 镜头，就是这个14mm f1.8 这个镜头，刚宣布不久，我相信这个月5月应该可以领到货的。我现在就是用作这支镜头来做一个 vlogging style 的拍摄，然后顺便来聊聊这支镜头到底是一颗怎么样的镜头，值不值得买？你是不是要花钱去买这个镜头呢？明天是5月6号，斯拉诺显然又开始行动管制令了。这次是 MCO 3.0，所以趁今晚还可以出来走动的话，先来喝一杯，然后顺便拿这支14mm f1.8 新的 GM 镜头出来做测试，希望可以分享一些照片给你们看。第一次拿到这支14mm f1.8 的镜头，让我很惊讶，拿在手上就觉得很轻，体积又很小。重量只有460克，长度为99.8mm， 然后直径为83mm。镜头身上也有 GM 镜头一贯的设计，有 AF/MF 光纤离 Click 的切换钮，还有那手动对焦环即光纤环，最近对焦为0.25米。Wow, this 40mm is really quite amazing. If I'm not mistaken, it's quite light and it's on a full frame. My gosh, f1.4, f1.4 right? f1.8 f1.8 okay, f1.8 still okay. So I think with this 40mm, you can take a lot of different kind of creative shot already. Now you can even do it for vlog. I think you can use it for vlog also. I think this is very attractive. How much is it this one? Malaysian ringgit about 6,008. I think okay price. Someone is an AF, GM AF. What can you expect? Good lens. Cheers. It's very impressive, although I'm not a wide angle lens shooter, but this one on full frame, there's none other can have this. Sony really knew it. 这支 GM 镜头是一支仿城仿地的镜头，不过现在已经下雨了，不建议说用这个镜头在雨中这边拍摄。虽然说是有 Weather Shield， 已经是 GM 镜头的一个基本的规格，不过假如说下太大雨的话，还是不建议拿这支镜头来淋雨。像这样的毛毛雨还是可以的。14mm 镜头的前端是以球面的镜片设计，会明显的突出，变成不能使用滤镜。不过镜头的尾端有一个地方是可以使用滤镜或者 ND filter， 索尼提供了一个配件，可以让你修剪出适当的尺寸的滤镜，然后把滤镜放在镜头尾端的小格子里。这支超广角镜头到底是适合拍什么样的照片呢？尝试拍一些建筑物、一些 landscape、一些风景，也可以拍摄一些人物的照片。这颗14mm 就是有这个 f1.8 大光圈，变成说有些人喜欢拍星星的，就喜欢说用这支镜头来拍星星。不过今天晚上我是不可能用这个镜头来拍星星给大家看。大家最关心的事情就是说，这支14mm 超广角镜头拍出来的照片有没有变形？画面变形，14mm GM 都控制得很好，只有稍微变形的问题。对于一支超广角镜头来说，表现相当的不错。不过使用14mm 超广角镜头，真的要特别留意画面主题的摆设。把人物放在不同的部分，人物都会显得奇形怪状，所以在使用时要特别的注意。在 f1.8 边缘视光就稍微的明显，缩小2级到3级的光圈，或者开启机身镜头修正，边缘视光都很容易解决。在光圈全开 f1.8， 指边的问题也都不存在。锐度方面，在 f1.8 中央部分已经很锐，边角就稍微的软一些，只要缩小1-2级的光圈，边角锐度就有所提升。
这支14mm f1.8 GM 新镜头，里面的模度是用那个 XD Linear 模度，跟之前推出的35mm GM 及50mm GM 那两个镜头的 Auto Focusing 模度是一样的。所以说，这支14mm 的镜头，它的对焦系统对焦是很快，配合索尼的机身的话，真的是天衣无缝，不会让你失望。对焦简直就是快又准。要使用超广角镜头，比如说这个14mm，不容易用哦，不容易啊，不代表你把全部东西都拍进去的话就是好，对吗？有一句话就是说，少就是美，是吧？不一定是多是美。不过在拍摄视频，这支14mm f1.8 真的是很好用，尤其是 vlogging。你看现在这个画面，如果是使用在 vlogging 的话，这样子拿着单手，体积重量刚刚好，这样子拿的话，手也不会一下子就酸，没有什么负担了。想要做 vlogging 的话，这支14mm 是强力推荐，应该没有其他的超广角镜头可以取代这一支了。虽然今年索尼推出新镜头的次数比往年多，不过都是很好的镜头。配合索尼机身超快的对焦系统，这些新的镜头都配合得天衣无缝。如果你是索尼的粉丝，怎样不让你又要花钱呢？14mm GM 除了拍照以外，它也是一支适合 vlogging 的镜头。如果你有看我之前的视频，我都一直使用超广角镜头来 vlogging， 原因都在那些视频里有提到，你们可以去看看。如果你是索尼粉丝，又想要一支定焦超广角镜头，那么你也应该会喜欢这支镜头。对焦速度快，重量轻，体积小， f1.8 大光圈、锐度等等的表现都很好。到最后，你还是必须花这笔钱买这支镜头。目前马来西亚索尼官方的价格大约是马币6900块左右，与之前的35GM 价格是差不多一样，也已经可以预购。唯一可以帮你解读的，应该只有花这个钱吧。今天这个视频就先到此为止，你已经中毒，让我帮你解读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